帕帕，你的中概股完蛋了，你一定要看今天这个视频，因为在这个影片里，我会告诉大家特朗普上任之后利好美股的3大因素，同时间中概股或者是港股、台股不能买的原因。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他会宣布把制造业和工厂重新搬回到美国。Crack down on trade cheaters and stop outsourcing, rebuild our industrial base and bring back those beautiful words, made in the USA. 造成当地的就业机会上涨，同时他又提出驱赶非法移民，工人少了，但机会多了，那就涨工资了。那工资涨了，通胀不就上去了吗？另外，特朗普还宣布加关税，那不是对通胀火上加油吗？那通胀上去了，降息是不是要放缓，甚至要加息了呢？你看一下鲍威尔，他现在也改口说，现在不急着降息了。那大家也看到，现在不急着降息，甚至可能要加息，所以现在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在反弹了，这也导致资金回到美国，所以美汇指数也上涨了，美元走强，而其他的货币也走弱了。你看一下人民币跌了多少啊？所以你之前说的美国降息和美元走弱这2个利好中概股的因素，现在已经逆转了。再加上加关税，这也导致中国大陆的出口更加疲弱，所以中国的经济完蛋了。你还买中概股呢？其实不光是中国大陆啊，特朗普要加关税，也一定会把台湾的生产搬到美国本土，所以台湾的同胞也会受影响啊。所以 Rich， 你讲的也有道理，我们已经生活在这里，我们的收入无论是打工的或者做生意的，都跟本地的经济捆绑在一起。那如果真的特朗普打压，使到我们这里的经济这么差，出口又差，失业率又高，那我们本地的经济也会不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工资少了，收入少了，甚至我们的房子楼价也跌了，还有我们手上的货币也会贬值，真的要分散投资啊。那美股现在这么高了，还能买吗？那确实，现在的美股已经是创了新高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很贵。但其实美股还有3大利好的因素。第一个利好的因素呢，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加关税。美国加关税也是鼓励本来在海外生产的企业把他们的工厂搬到美国。那他们搬到美国，他们又需要买设备，他们又需要建工厂，他们也需要请工人。那这些行为呢，也是能够推动到经济的增长。那第2个利好因素呢，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他又会推出一系列的减税政策。那留给企业的钱多了，他们就会把钱投放在研发设备，或者是回购股份，或者是再派更多的股息给股民。那这些都是利好股价的，所以美股不就会继续涨了吗？那特朗普把全世界的利益搬到了美国，那其他国家是不是少了很多机会呢？而资金是要追逐赚钱的机会，所以这些资金就会流到机会多的地方。那哪里机会多呢？当然就是美国啦。所以这也是能够推高美股的第3个因素。但是你看，连美国的投资者股神巴菲特现在都是大量的抛售美股，持有大量的现金啊。那确实，巴菲特最近在清仓股票，持有现金的比例也在创新高。而我们要了解，他其实是一位价值投资者，而他最看重的就是安全边际。那现在美股呢，已经是创了新高，所以对他而言，安全边际也就少了。他卖股票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时光导流回到2017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。当时候它已经是破了新高，看上去好像很贵哦。如果你觉得它很贵而没有去买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市走势。而这个股票呢，也就是巴菲特曾经觉得它很贵，没有安全边际而错失掉的机会，它就是 Amazon。你看了它之后涨了多少呢？而巴菲特他所看重的是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，所以他就会觉得比特币毫无价值。而自从特朗普宣布当选之后，比特币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涨了超过50%。如果我们用的是基本分析的话，我们就会错失这个机会；而如果我们用的是技术分析，我们就没有这个包袱了。那当然，并不是什么股票都可以买的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应用技术分析去筛选强势股。就拿我刚才的 Amazon 作为一个例子。那另外，我最近也是把握到一只强势股，它就是 Palantir。这支股票呢，我已经是长期跟踪了它超过1年，而在最近8月份的时候，
我辨别出它是市场当中最强势的一批强势股。如果你当时候不知道技术分析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哇，这家公司它创了52周新高，看上去好贵哦。而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错失它最近这几个月超过1倍的涨幅。那刚才说到强势股，是不是我只要打开那个股票网站，看到52周新高的股票，通通就买，那不就可以赚钱了吗？其实并不是的，我们买股票其实是需要一个系统的，并且也需要设置止损和计算好盈亏比。就拿我过去 Palantir 作为一个例子分享。当股价回调到29.7块的时候，当时候呢，我看到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关键的支持位，而我也计算了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买入，那如果我看错的话，我设置一个止损，我最多只是亏损5%。而如果我是看对的，它能涨上去的话，它能涨到38块，也就是第一个关键的阻力的位置。而如果我输，我就输5%；如果我赚钱的话，我能赚27%。那计算下来呢，这是一笔超过5:1的盈亏比。而非常有幸，我们是把握到了市场当中最强势的那一批股票之一。而随着股价越涨越高，我也是选择不断的推高我的止损，而并没有选择主动的 take profit， 所以我也是有幸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捕捉到超过1倍的回报。你看，我用了5%的风险换取了超过1倍的回报，这就是超过20:1的盈亏比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这一套技术分析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市场里面，例如债券或者是比特币，只要它有成交量和历史交易的数据就可以了。一旦你掌握了我这一套技术分析，你就能不断的去寻找下一个像 Palantir 一样拥有高博值的交易，你就能不断的复式增长你的回报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。那还是那一句，任何投资都要先学习。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视频的上传喽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